后来活动结束之后，老师有跟我们所有的学员讲说，其实在一个团队中，重要的不只是那一个在台前讲的 leader，以及在台下附和的 leader。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过程中很重要的是所有的学员一起参与这项企划。参与这项任务的所有学员，因为有他们的配合，他们肯听你的这项指令，所以才有办法达到今天的这项任务。那我们其实在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阻碍，也有一些限制。我们老师是跟我们讲说，子啊，在干嘛？今天主要针对我在青年之家发展中心上课的那一阵子，我会分享我在那个时候上课的心得与感想。如果你也喜欢闲聊系列的话，不妨可以帮我点个赞，或是分享给你对闲聊这一类话题很有感兴趣的朋友。首先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的规定，那主要是以各级学校的在校生或是毕业的青年，然后是15到29岁的青年为主要服务对象。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分为了8大核心，有职业适性测验、职涯咨询、职场参访体验、职涯讲座、团体课程、履历健检、模拟面试、链接公立就业机构服务。先讲职涯咨询，职涯咨询这个东西，我除了在青年职涯发展中心碰到以外，连我之前学校的一个青年职涯单位的时候，他们也有做过这一个测验。你进去那网站测完之后呢，他会分析你这个人适合什么样的职业，以及你这个人的一些性格，它会有分数等级。职涯咨询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探索你自己的一些性格，从这些性格里面分析出你适合什么样的工作。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那时候所有的学员都一定要参加的一个叫做职涯讲座，其实还有分为5大项，他们是合称为5力。这5力分别是探索力、求职力、适应力、资讯力、永续力。那其实你要说去上青年职涯中心是不是非常容易啦？有没有可能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其实你在进去之前，你是要有一个报名的管道。那通常报名的名额有限，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真心真的很想要进去里面学东西的人，就是建议你提早报名，因为名额满的话，你可能就要等下一批。我那个时候的训练期是3个月，他们是跟我讲说，你只要有参加这5力都要参加以外，还要再另外加选2门课。以及之后的一些企业征才、职前的模拟就业，以及毕业典礼，你有来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一张毕业证书。那这个毕业证书代表什么呢？这个毕业证书就有点像是你在学校的时候，你整个学业完成的一张证书证明。你有去这个单位去受训、去学习、去增进自己，以及你增进自己的同时，你也完成了这一个旅程、这一个过程。那时候的讲座其实范围很广，就是从基本上的一些你在职场前需要做的一些履历准备，教你怎么规划自己的理财目标，以及还有如果职场遇到一些性骚扰，你要怎么面对。除此之外，他们好像还有一个叫做企业教练，不过这部分我没有参加，所以这里就不做说明。我自己参加了某一堂课的讲座，它的名字叫沟通。那一门课的老师要我们每一个学员都到台前的桌子前面，有摆了非常多张复刻牌，要我们所有学员去前面拿1张复刻牌。那你拿了这张复刻牌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让你的左右邻居、其他人看到，这张牌只有你自己可以看到。拿完之后呢，我们老师给了我们指令，他说等一下他会倒数10秒，那在这10秒期间，我们在场的所有学员，任何人都可以喊停。喊停的时候呢，喊停的那个人就要当我们的 leader， 带领我们完成任务。那任务是什么呢？老师跟我们讲说，我们要依照复刻牌的花色以及数字的由小到大排列成一个圆。后来我们遵照老师的指令，老师开始倒数10秒的时候呢，中途有非常多位的学员喊了停。也有很多学员在这其中就是很热烈的参与。
也很努力的想要帮大家，想要带领大家，想要下达好的指令。那每次只要有学员下达完指令结束了之后呢，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其实这样子做是有风险的。那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有点听不太懂，就是想说为什么会有风险，我们都找不出原因。到了某一位 leader 上台的时候呢，他讲的话才让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子。连我那时候都没有想到，因为其实在台前的时候呢，我们拿的复刻牌呀，其实不只有一副，是很多副不同的复刻牌全部掺杂在一堆。掺杂在一堆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有30个人好了，每个人都去台前拿一张复刻牌，但是你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跟你拿到同一个花色、同一个数字的复刻牌，那这样做是不是就是会有风险？我没有想到。我们也有看到有些学员很努力的想要帮助、想要完成这项指令、这项任务，那过程中也有发现有leader已经开始在用教室的道具带领大家去完成这项任务。那等到我们真的开始执行、开始围圈的时候呢，老师一个一个下去问大家的花色跟数字，问完一圈之后，发现大家的数字跟花色顺序是完全没有乱掉的情况，所以等于说大家这项任务是达成的。后来活动结束之后，老师有跟我们所有的学员讲说，其实在一个团队中，重要的不只是那一个在台前讲的 leader， 以及在台下附和的 leader。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过程中很重要的是所有的学员一起参与这项企划，参与这项任务的所有学员，因为有他们的配合，他们肯听你的这项指令，所以才有办法达到今天的这项任务。那我们其实在过程中其实也有一些阻碍，也有一些限制。我们老师是跟我们讲说，你在执行的过程中不可以有任何人发出声音以及比手势，等于说你就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哦，你现在比的这个是什么花色，比的是什么数字，不可以，全程都不可以讲话。所以在这种全程都不可以讲话，只有前面 leader 在做解说、下达指令的时候，我们只能给回应。给的回应基本上就只有听得懂的举手，听不懂的举手，只有这种指令。在所有人都不能讲话的情况下，我们要完全信任我们的 leader，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出社会中，其实很多人，你要说当 leader 很简单吗？其实不一定。应该说要当的那一刻很简单，可是在你要下达正确指令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这途中呢，我有看到很多同学就说什么，我们这一个区块就是摆桃色啊，这个区块摆梅花啊，可是他讲的都是一个大范围的指令，完全没有讲说是从哪里到哪里。所以在这样一个很模糊的指令下呢，其实每个人接收到的指令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同一件事情，你讲给不同的人听，每个人的理解能力都会不太一样，这是我在那堂课学到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那再来就是问题，我那时候就想说，会不会有那种来这边上学的人啊，也是会像学校那样子，就是摆烂啊，什么都不做。可是我后来发现不会，为什么呢？其实基本上会想要来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上课的学员呢，你要嘛就是可能正在失业，或者是你可能像我一样今年毕业生，可能没有什么目标，很迷茫才会来上课。通常来上课的学员，大部分的学员都是比较积极的，你很少会在这种地方会看到那种上课睡觉的学员，基本上是不会。那你说就业率会比较高吗？其实我说真的是真的有，而且不是说就业率会比较高，是你进来的时候基本上100%都可以找得到工作。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假如说今天有 A 跟 B， 那可能 A 同学去了某一家企业面试，可是他没有来上这门课，但是 B 同学先去上了这门课，然后之后在这门课的最后一堂企业模拟面试，他遇到了这个企业，遇到了这个老板，遇到了这个人资，他可能就是更有机会被面试上。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因为当你今天进来这个地方，你一定是想要学习更多，想要有一个好的未来的出路，想要有一个好的方向。那相比之下，那些没有进来上课的人呢，他们就没有机会被选上吗？你要说这样，其实也一半对一半不对。
但是录取的几率一定没有比你进来上课的几率还要高。还有一些企业会想说，就是你先去上这门课，先让你去一个训，受个训，之后再进入职场。上这门课到底好不好呢？我觉得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我会给青年职涯发展中心80分。他们的就业咨询以及他们安排的课程，有一些真的是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他安排的这些课程其实都是你可以自己去做选填的，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听的课，它是不强迫你。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收获是蛮大的，也学习到很多是平常在学校学不到的。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分享、加订阅。那我们下期影片见喽，拜拜。